现在已经不是多空分歧的时刻，而是以太币多军对空军的单方面屠杀。当以太币现在已经可以被认为确定不是证券，变成商品 ETF 之后，是不是有可能会有其他的加密货币也被 SEC 跟美国的监管逐渐的认可，甚至未来可能会出现 ETF？Hello， 大家好，我脑哥，欢迎收看本周的币圈周报之现在操纵市场都不用揪了。各位还记得我们直到上个礼拜前啊，全世界从监管传统金融到币圈，几乎没有人看好以太坊的 ETF 能够在5月就通过。我也可以很坦白的说，其实我自己对于以太坊 ETF 跟比特币 ETF 的看法是很大的不同。我原本是觉得说，即使有贝莱德在8月份的助力，可能都过不了，更遑论在5月就能通过。结果呢，事实上就直接打了脸哦。以太币呢，基本上在上个礼拜已经可以算是宣布通过了，当然还没有完全的通过，但是基本上可以算是通过了。以太币也一度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大涨20%，吓得我把助记词都泄露出来了。好，但是就像我们一如既往说的，如果你今天预判市场之后，你发现你预判正确，你记得要回去看一下说，这个正确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如果你今天预判错误呢，我们更应该要回顾为什么这次以太坊的 ETF 能够通过的如此干脆。以及现在以太坊 ETF 已经通过，该涨的已经涨完了。在接下来的时间，未来的走势会是 Sell the News 的下跌，还是说我们已经可以重仓买进去了？那这礼拜的周报，我们整理了许多不同意见的大佬的观点，我也会分享自己的意见，希望对于各位不只是一档美股 ETF， 还是2档美股 ETF 的早期投资者的投资获利上能够有点帮助吧。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好，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是一切的开始啊。我们原本知道说上个礼拜应该是在5月23号是以太坊 ETF 的最终审判的日子嘛，但是以太币的大涨，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是在上礼拜二的5月21号台北凌晨时间的3点多就开始涨了。一切都源自于这篇贴文啊，这位是2大非常亲 crypto 的 ETF 分析师，叫做 Eric 哦，他 po 了这篇贴文啊，他说 James Safer 跟他认为说，现在以太币 ETF 通过的几率已经从25%到75%，原因是他听到有一些耳语。说 SEC 有可能会在这整个态度上有180度的转变，原因是政治的关系，所以目前每个人都很混乱了。那基本上这篇贴文一贴出，以太币就直接在这个大概31000、32000左右的价格，直接在几个小时内的快速飙涨到37000，5个小时之内涨了20%，非常的夸张。那正常人看到这个消息跟睡醒的币价上涨，可能就觉得哇开心哇，就是幸福来得太突然，自己都不觉得说我们手上的以太币能够在5月份就迎来这样子的大涨，成为这个早期的 ETF 投资人，然后它就发生了。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探究一些东西，你会发现背后有2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哦。第一个是起涨的时间点非常精准。Eric 的这一篇贴文是在台北时间5月21号的凌晨3点20分。然后以太币开涨的时间段，你看我们这边特别用5分钟的 K 线，在5月21号3点15的时候，在这之前基本上以太币都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涨势，刚好就是在3点20分的时候起涨一个。也就是说，在 Eric 出了这篇文，他光是把他认为以太币 ETF 通过的几率从25%上调到75%。就可以让整个市场为之震动，开始一段为期4个小时的暴涨。这个非常的夸张，因为它甚至不是说什么我们已经得到明确的消息之后，所以我觉得现在以太币通过的几率是高。他甚至说的是我听到了一些耳语，然后等等一些不明确的因素，因为像什么政治的因素，其实大家也都可以想象说，为了选票什么之类的，希望做一些利好的消息，并不能构成非常明确的因素。只是他把这个数字，他直接提升从25%到75%，就造成市场这样的一个上涨。这给我的一个感觉是，现在整个市场投资人，无论是散户或者是我也不知道哪一群人，他们现在对于 Eric 跟 James Safer 他们的 ETF 的判断是非常的相信哦。那另一个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通常这样子的利好消息，如果说他已经确定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通常会有所谓的老鼠仓，或者是你会提前自己利益关系的人先买好，然后再释放出这样的消息。但是显然这次并没有太多的大户能够在早期就预料到这件事情哦。
假设说你今天是贝莱德或者是富达或者是谁，早就已经知道说，其实以太坊 ETF 会在3月23号通过，你会在前面的这一段时间就已经购买起来。但实际上真正的暴涨确实是在它这个贴文发布之后才上升哦。我不确定这样的判断是不是准的，但是这给了我一个感觉，就是似乎这一次以太币 ETF 的通过真的是让大部分的分析师跟投资人他们真的没有预料到会发生的事情啊。而这也侧面的更让人相信，这是一次非常突然的政治介入的关系。因为如果这本来就是金融跟监管相关，你说 SEC 跟贝莱德他们关系这么好，他们可能提早就会知道这样的事情。那贝莱德他们有这么多的建立老鼠仓的可能性，他一定会想办法在这件事情通过之前就已经先布置好自己的仓位，让那个涨幅有可能会在通过之前就提前反应。但这次就是这样，让人感觉有点像原本他们可能以为说 ETF 应该会之后才通过，但是呢，也许某一位政治高官突然连夜告诉他说：“不行，我需要在5月份就通过以太币现货 ETF。”等等的因素让他们突然的改观哦。从底层基本面的角度来说，你可能会觉得哇，这个市场真的是太容易被操纵了。但是如果你从短期的币价涨幅的立场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哇，所以现在执政党甚至 SEC， 即使他们再不喜欢以太币，他们为了他们某些目标，还是得要选择表态说，他们其实是站在加密货币跟以太坊的这一边哦。我觉得非常有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8档以太坊现货 ETF 正式批准啊，发行上市还需要再等等啊。5月21号的时候，这个 Eric 发了这篇贴文嘛，然后5月23号的时候，当时大家其实也是引颈期盼，因为事实上虽然币价当时已经涨上去了，可是大部分的社群还是没有认为说，所以100%以太坊 ETF 就会通过。所以5月23的时候，大家还是说就是在熬夜在确认，所以 ETF 到底会不会通过？最后呢 ，SEC 是加班哦，因为美国的时区跟台湾时区不一样。在东巴区的大家正在熬夜 ，SEC 则是在加班哦。他们后来加班加点，正式在当天批准了8档以太坊现货 ETF 的这个19B之4表格。那其中包含了贝莱德、富达跟灰度的产品。这个 S1 注册的声明通过之后，才是真正的 ETF 通过。但是大部分人都认为说，现在连19B4 的表格通过了，那其实 S1 的声明就是早晚的事情了。那8档以太坊 ETF 是这些，你可以看到链新闻的内容这样写的在本周之前确实是没有人看好以太坊现货 ETF， 然而本周在某一个时间就突然传出 SEC 正在要求交易所加快对以太坊现货 ETF 文件的提交，然后大家就开始议论 SEC 可能会因为政治的问题对此做出180度的转变，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篇推文分析师就把他的这个胜率提高到75%，然后他就涨，然后他就过了。而这也带我们到下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以太币 ETF 通过了却没有迎来大暴涨？如果你去看以太币的币价的走势，在2月3号以太坊 ETF 通过之后呢，并没有直接的往上大暴涨，而涨一根之后就立刻下跌，然后震荡平盘的一个情况。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说这件事情真的是万众引颈期盼的消息的话，不是应该直接暴涨吗？为什么没有呢？这边律动他整理了几个不同的 KOL 的判断的依准我这边截取几个比较重点的给大家看第一个，这个推特大 V 炼颜社，他说 SEC 一次性的批准了8支以太坊现货 ETF， 包括这些，虽然表格已经获准，但是还要再加入 S1 表格。那这个时间预计是几周到3个月完成。那他表示，由于 SEC 这一次是一次性通过，意味着这一次的 ETH 还是要经历灰度的以太坊抛压，这部分大概有100亿美金。这个就跟比特币现货 ETF 一样就是如果你有在关注币圈的消息，你会知道为什么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之后，比特币现在的走势是频繁往下，原因就是因为灰度他们手上有很多的这个 GBTC 的卖压要在这段时间消化出来。原本 GBTC 是只能买不能卖的，现在它变成 ETF 之后可以卖。那灰度除了 GBTC 以外呢，它还有一档这个类似的产品叫做 ETH1， 就是也是以前大家买不了以太币，你可以直接买 ETH1 来当以太币。但是呢，它跟 GBTC 一样，是只能买不能卖。现在呢，灰度的 ETH1 现在也是变成了可以买又可以卖的 ETF 了。那它大概有100亿美元的这个抛压可能要卖。那你说，虽然说它的抛压当然是比 GBTC 来的小，但是想要买以太币现货 ETF 的人，肯定也比想要买比特币现货 ETF 的人来的小。所以炼颜社在这边的态度是比较怀疑接下来的短期涨幅他认为灰度开始赎回，也就是卖出这些以太币之后，ETH 本身的买盘可能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大的抛压，所以他的选择是在正式交易落地之前，把大部分以太币的仓位止盈换仓到比特币、币安币跟 SOL。那另外我们看的这个是神鱼的观点他说，根据比特币 ETF 的经验跟市场的公开消息，他刻舟求剑下以太坊 ETF 的时间线可能是这样子5月23号的时候呢我们意外通过了 ETF。那他预计在6月初到6月中，这个 S1 表格可能会通过，并且开始交易。
然后他认为从今年的6月到12月，上市初期主要的资金流入可能会来自于散户，占总资金的8到9成，机构的用户参与比较少。他认为市场可能会在这段时间面临部分的套利跟出售的压力，能否承受这样的抛压尚待观察。到了今年年底到明年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机构投资者才可能会进入市场。他没有明说，但言下之意我们看得出来，神鱼觉得下半年这个以太坊的 ETF 对 ETH 是一个比较偏下行的一个事件。什么时候要上涨呢？可能要到2025年年初才会有。那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是无说的主编 Colin 的想法，他这边直接回应了无说的说法，他觉得神鱼说以太坊会有长达6个月的抛压，并且只有散户会在这段时间购买，他觉得是不对的。他说从比特币 ETF 的图来判断，这个前期没几天的净流出之后，马上就大量的净流入了。如果说宏观的走势保持稳定的话，以太坊 ETF 应该会保持一样，会在这个 ETF 上市交易所之后，在1到2个月之后被拉升到$6000左右。那当然，下面有很多人是就是比较积极的反对的，他有评论说他也是非常尊重神鱼的想法，只是在这个事件上，他的观点跟神鱼可能会有所不同。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今天他们都在评论事情，就是大家是对事不对人，不要说今天我跟你的偶像的观点不一样，你就要觉得说啊你怎么有这个想法，你觉得你可以跟他不一样，就只是在对每一件事情大家的想法不一样。今天神鱼也许在80%的时候，他的说法都是非常的正确，最后他的预判也正确的，那也意味着有20%他可能是不对的。今天如果同一件事情有不一样的观点，也是非常合理的哦。当然，在事情发生之前，也都没有人知道最后是谁对谁错，只是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开放的态度。那最后分享的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也是比较接近我自己的观点啊。这个叫做 K Capital 的这个 KOL， 他的想法，以太坊 ETF 是大人虎变，君子豹变，现在已经不是多空分歧的时刻，而是以太币多军对空军的单方面屠杀。首先，他这边先讲了一下 ETF 能不能通过。他这边首先是认为说，就是100%能通过。好，反正现在已经通过了，他这边的预测我们就不管了。通过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也是用比特币 ETF 来做对比啊。他说，因为在比特币 ETF 通过之前，整个市场在面对这一次 ETF 通过的时候，他们有3种剧本的猜测。第一种就是短期看空，第二种就是直接看多，或者是长期直接看空。他并不直接对前面的预测做评断。但他看出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些预期非常的不一致，带来了一个大约20%的跌幅，就是大家所谓的 FUD， 其中一个就是不确定性。在不确定性很高的时候，往往市场是会下跌。所以说，它带来一个20%的跌幅之后呢，是从$38,000的以太币几乎翻倍的牛市，短短2个月之间。因此呢，他推断，如果以太坊 ETF 在这个时候通过，大部分人的预期一定是模仿比特币 ETF 的先跌后涨。那么大部分人就会是错的，大概率会对这个预期有放让，也就是直接拉上去。这个大家听得懂吗？意思就是说，原本大家以为说，哦，以太币 ETF 会跟比特币 ETF 走一样的走势，先跌个2个礼拜，然后开始爆涨。那既然大家会这样想的话，那大的资金就会想要抢跑这样的想法，所以在大家还觉得要小跌的时候，就会先直接有一根进去拉涨。除了这样对市场心理的预判之外呢，他也提出了几个理由啊。第一个是以太币到目前为止这一轮的涨幅并不多，以太坊 ETF 可能会加速通过的预期。以太坊当时这个就是21号、22号的时候加速通过的预期也才拉升20%，远远低于比特币1倍的涨幅。第二个，他认为以太币的价格在这一轮已经被压太久了，以太坊跟比特币的汇率在历史上的密集成交区。第三点我看不懂啊。第四点就是灰度的 ETH1 的抛压远远小于 GBTC 的抛压。此外呢，他也讲了现在宏观的局势啊，就美股的4大指数是多头，总体经济是看好 ，NVIDIA 看好，然后这个 VIX 这个波动恐慌指数1年新低。以及这个美国加密货币的法案跟选举的捐款需要，简单的说，就是从局部的市场来看，跟从总体的市场来看，他觉得都是非常利好以太币的消息。也就是说，市场上的最小主力方向就是 ETH， 就是向上。他说大家要学会逢涨作息。基本上 K 的这边的观点其实是跟我自己的观点是最接近的一个分析师哦。我原本不知道这个人，我是从律动的新闻里面看到他的这个分析。当然，这样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只是理由在这边说给你了。如果说，这个理由你觉得也是正确，说不定你可以去参考这样的想法。如果说这几个理由你觉得说，有一些东西没有讲到，或者有些东西根本讲错的，你也可以判断说啊，这些 KOL 根本就看不出市场应该要怎么走，就反着做就能赚钱啊。没有人知道，但是就推荐大家可以知行合一。那他的做法呢，他是7%的以太币跟3%的配贝币。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说，我现在的以太币的部位也是往上抬了，但是我是没有持有配贝币的。所以这个就像我前面说的，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喜欢配贝币的投资人。那在那个观点上，我可能跟他不一样；在以太币的观点上，我跟他是一样的，仅此而已啦，给大家分享。下一个我们看到 SEC 为以太坊的现货 ETF 开绿灯，专家分析 ETH 和多数加密货币不是证券，终于解套了。这个是许多币圈人在讨论以太币 ETF 对后市的影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哦。
就是当以太币现在已经可以被认为确定不是证券，成为一个商品，变成商品 ETF 之后，是不是有可能会有其他的加密货币也被 SEC 跟美国的监管逐渐的认可，说它不再是有证券的疑虑，而是商品，甚至未来可能会出现 ETF。像现在有很多人就在讨论说，好，所以下一个是 Solana ETF 吗？下一个是什么 ETF 吗？现在应该要布局哪一档有可能成为下一个 ETF 的加密货币？所以虽然以太币的 ETF 的事实我错了，但是这边的我还是要表示一样的观点啊，那就是虽然我觉得 Solana ETF 这个论述有点论述的太早了，它通过的几率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市场不在乎它最后有没有通过，只要这件事情能够炒作成一个有趣的叙事，那它就能带来市场的买盘哦。所以确实，就像以前以太币的涨跌幅，会被很多人认为说是山寨币的季节的开始与结束。这一次以太坊现货 ETF 的通过，确实有可能会带来许多的山寨币，尤其是主流蓝筹的山寨币，开始他们表演的第一枪啊。现在我们看到 The Block 以太坊现货 ETF 将成为政治筹码 ，SEC 就像在截止的前一晚赶论文。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就是这一次的以太坊 ETF 通过跟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比特币 ETF 是贝莱德最大的金融机构在去年6月开始提交申请，然后慢慢过关斩将，过这个文书过那个文书，改这个规则改那个规则，终于在今年1月的时候通过。是经过一段很漫长的讨论跟规划期间，以太坊 ETF 呢，则是突然好像就是不知道哪一个政治官员或者做了哪一件事情，也许是总统，他们说了什么事情，就让原本只有25%的胜率变成75%的胜率，然后最后通过了。那这不但有可能会让以太坊 ETF 成为未来的短期或长期的政治筹码，我觉得这件事情给我们所有人必须要再提醒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是一个基本上没有人能够预测接下来走势的战国时期哦。我感觉我前几次的周报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比特币 ETF 通过之后呢，这个贝莱德可能会想要压一下盘，但他不知道富达会不会在这个时候突然买进哦。景顺可能会想要在这个时候压一下盘，但他不知道贝莱德会不会在这个时候突然买进。在许多比较成熟的市场，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主力的机构可以去依照他们的意志去做拉盘或砸盘，但是在加密货币市场，你说 Coinbase 是真正的主力能够操控它吗？不见得。贝莱德是真正的主力能够操控它呢？他看起来也是没有提前预判到以太坊 ETF 能够现在通过。所以对我们这些更加一无所知的散户怎么办呢？我们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拿好我们的币。另一个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去预判跟思考，接下来在更高的权力，包括总统或者政策在制定上面，对加密货币到底比较高的几率是比较多的利好，还是比较多的利空啊？那关于这个，我们可以先看到这个不顾拜登跟 SEC 主席的反对，美国众议院通过了 FIT21法案，为加密货币监管铺路。上个礼拜呢，除了以太坊 ETF 之外，加密货币的市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监管条例正在审就这个 FIT21法案。那它的全称呢是21世纪金融创新与科技法案。它的目标是建立一套制度来监管美国的加密货币市场，进行消费者保护。重点是把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也就是 CFTC 设为数位资产的主管机关。而非 SEC， 就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CFTC 是一个更友善于加密货币的主管机关，就是只要我们不是被 SEC 管的话，大家就很开心的概念啦。并且呢，就会更清楚的界定一种加密货币到底是证券或是商品，并不是说所有加密货币就是商品，但是我们一直以来需要的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规则，让我们知道该如何去遵守，怎么样的东西会被你认为是证券，怎么样的东西你会同意它是商品。那这个法案基本上就在过这个东西啊。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只是众议院通过，参议院还没过。参议院过之后，到总统他会不会 veto 他不确定。但我们知道的是，现在在众议院里面呢，在大约200位的民主党党员，也就是对加密货币比较严格的那一伙人里面，也有71位是已经同意了这个法案。这个就像我们上礼拜说到的一样，现在基本上民主党也是一个比较倾向于让加密货币要更友善、更开放，它在美国发展的方式去监管了。而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即使一开始非常反对的 SEC 主席，甚至现在年仅已经81岁的 Joe Biden， 他想反对，也没有办法一直反对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当他们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川普开始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更是要谨慎美国共和党的主要的这个总统竞选人 Donald Trump 他在他的竞选活动里面就表示说，他现在要组建一个 Crypto Army。上个礼拜我们就提到说，他有公开告诉大家说，他是一个非常支持加密货币的总统候选人。反观拜登不懂加密货币，很多人认为说，就是拜登就听到这句话，发现说，我现在要笼络年轻人的票，我得要做一些对加密货币友善的政策，然后所以才有后来的以太坊 ETF 事件。但总之呢，川普现在已经正式的开放加密货币的捐款了，你可以捐加密货币来去助选这个共和党的总
总统候选人 Donald Trump， 并且他们的竞选团队里面也表示说，去年3月想要建造一个反加密军团的这个民主党的 Senator 这个伊丽莎白沃伦啊，然后对抗他们自己要做一个加密货币的 Army， 所以我想这个态势已经非常的明显了，就是从原本这个总统候选人根本就不会管加密货币，到慢慢的他们开始开放了解加密货币，并且保持中立，到现在川普已经是表态说，如果今天我们想要让美国持续伟大，那加密货币的力量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对，他已经完全在我们这边。而民主党的拜登呢，他虽然还没有完全表态，但是从上个礼拜让人非常起疑的以太坊 ETF 突然通过，似乎名人也看得出来，拜登现在的态度正在往哪边转变了。当然这个也不是我瞎说的，刚才提到的这个 ETF 知名的分析师这个 James Seyffart 他也是这样提到的，就有人问他说，为什么说这个 SEC 的判断标准会突然的改变？他的回应也是政治的风向转变了。各位，政治的风向现在已经开始往加密货币吹了。川普说他支持加密货币 ，SAB 121法案最后是亲加密货币 ，FIT 21法案也是亲加密货币。民主党现在发现说，支持加密货币的人可能会对于选举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言下之意就是为了这场总统大选，原本即使不喜欢加密货币的民主党也必须要低头了，并且他还补了一句，他目前没有看出其他合理的解释理由，非常有趣。好，那讲了一大堆利多的消息，我们该讲一些这个反面的，综合一下这个市场的 FOMO 的情绪啦。联准会的传声筒 Fed 维持高利率的时间会比预期更久，高盛 CEO 料2024不会降息。上个礼拜我们提到5月23日有2个很重要的事件，一个就是 ETF 以太坊 ETF， 另一个就是联准会在当天有这个说话啊。那素来有联准会传声筒之间的《华尔街日报》这位记者 Nick 最新的撰文表示说，美国联准会的会议结论是在上个月连续第3次令人失望的通膨数据之后，他们有需要将利率维持在当前的水平，比之前预期的更长，也就是我们原本预期说联准会降息可能会延至今年9月，那言下之意可能会再延到11月、12月，甚至是更久，今年就不降息了。那再重复一次，很多人认为说今年之所以整体来说是大牛市，是因为今年会是一个降息的一年。现在我们知道已经 Q2 快结束了，都还没有降息，大家认为 Q3 可以降息。如果这件事情的降息继续被拖延的话，整个牛市市场放水的情绪的乐观消息可能会在下降。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利好消息可能会出不来，就是相对比较利空的，所以分享给大家。但是呢，瑞士银行也告诉大家说，别怕联准会的鹰派会议纪要，今年还是预测Fed会降息50个基点。反正就是大家的观点就是各自有自己的想法。瑞士银行的态度是，由于最近数据已经显示美国的通胀跟经济增长动能已经逐渐减弱，经济现在有往软着陆的方向发展。因此，即使最近官方的言论是偏鹰派，但是降息的路径依然是可取的。预计联准会在今年降50个基点。如果要降50个基点，那最大的第一次降息的可能性也是在9月了。所以瑞士银行是站在这个态度的，给大家参考。那总体经济面呢，除了美国，全世界的总经也是我们要关注的。Arthur Hayes 这个 BitMEX 的创办人，也是我们非常喜欢引用的一位。我现在都已经把它变成一个总经分析师在看了。他的态度是我们已经准备要开启超级大牛市了。Arthur Hayes 说，这个情况下，比特币会冲破100万美元。什么样的情况呢？简单来说，他在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日元的问题啊。他预计迈入秋天之后，日元贬值的速度会变得非常的急促，而为了避免日元成为失速列车，美国联准会可能会跟日本央行达成无限量的美元对日元互换协议。Arthur Hayes 认为这相当于实施直利率的曲线控制，并推测此举将会引发美元大幅的贬值。简单来说，他认为美国的货币政策除了因为美国自己的这个通膨率等等的关系以外，还有可能会因为日本的经济的关系，因为日元贬值的原因，他可能会跟日本央行达成像这样子的协议，而这样的协议可能会引发美元大幅贬值的同时呢，当美元贬值的时候，我们知道美元就会出逃到其他的资产，尤其是风险资产，这样子可能会就会利好比特币的价格进一步上升。甚至到时候有可能会创下历史新高的价位到100万美元，非常疯狂的数字给大家参考。再来我们看几个快的，第一个是台湾的副委托买比特币 ETF 开绿灯，金管会的彭金龙报这类人优先开放。各位，如果你有在关注台湾的经济跟政策相关的东西，我们原本的金管会主席黄天木主委现在已经正式的退役了，现在的金管会主委是新的这位叫彭金龙的彭主委。随着他与新内阁的走马上任呢，在台湾透过副委托的方式投资比特币现货 ETF 渴望解禁。他说，券商公会已经在4月24日提出建议方案，你优先开放专业的投资人可以副委托投资海外的比特币 ETF。
写初次投资要签署风险预告书，基本上就是一个消息的进展啊。台湾这个在这个方面是往前走了一步，虽然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直接在交易所买就是可以省更多的手续费，但是你可以想象有很多他根本就懒得开交易所账户，他根本就不知道说币安跟 JPEX 到底哪个比较安全的人，他很有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购买啊，也是对他们的一个利好消息啦。像我们看到 Bigate 的比特币披萨派对引发热潮，邀请 YouTube 的共同创办人与多位币圈 YouTuber 谈 Web3 旅程。这个上礼拜的比特币披萨 Day 哦，非常开心可以被 Bigate 邀请到这个场合，因为这个场合他们邀请到了 YouTube 的共同创办人。就是你现在在看的这个平台的 co-founder 啊，他是一个台湾人，叫做陈世俊 Steve Chen。然后他之所以会被这个加密货币的场合受邀，是因为有一个叫做 The YouTube Cat Pajamas 的这个项目有跟 Bigate 合作。陈世俊表示说，他就是随便买了一些 pajamas， 然后就赚烂。然后他就觉得说，Web3 很有趣，他要开始研究 Web3。所以我们的 YouTube 创办人现在也成为了一个新踏入 Web3 的大家的Crypto Army 的一员啦，尤其是 Meme Culture Army 的一员啦，他这个 YouTube 嘛，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然后就很高兴，我啊、邦尼啊，还有 Mr. Block 可以受邀在这边跟他可以有这个同场聊天的机会。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反正当时大家每个人都讲英文，就很夸张，就在台湾，然后台下的人全部都听中文，然后这每个人英文都超好。Mr. Block 邦尼，然后 YouTube 猫的创办人，我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但他讲英文。陈世俊在美国长大的，然后这个主持人英文也很好。所以一度就是全场都在讲英文，只有我一个人在讲中文，我就觉得非常的尴尬。Anyways， 反正是一次很棒的体验。可以想象的是，未来这样子 Web2 的大人物加入 Web3，也只会越来越多。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他可能是因为以太坊 ETF， 他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迷因币有吸引到他的眼球啊。那提到迷因呢，这个消息就是比较难过的一个消息了。我们都知道加密货币的整个迷因属性的文化，最早就是来自有一档加密货币叫做狗狗币。我记得手机壳也是一个一个狗狗币 to the moon 的一个手机壳啊。那在上个礼拜的礼拜五的早上7点的时候呢，这个狗狗币的原型就是这个迷因的这个狗狗，它去世了。它享年18岁，是一个活得非常久、非常健康的一个狗狗，寿终正寝。我不确定大部分的观众朋友对于狗狗币啊、Doge 啊、迷因文化的想法是什么？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它就是好玩，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它是在讽刺。无论你从经济的角度上来看，现在狗狗币是市值前10大的加密货币，或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如果今天没有这样子的迷因文化 ，Crypto 是不可能扩散成这样。Elon Musk 是不太会这样子去关注到加密货币，然后进阶的带动许多的其他的人加入去做项目或者是去做创新。它其实是代表着一个文化跟一个团结跟社群的一个很大的象征。我们知道迷因币是一个会 pump and dump 的币，但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人是因为迷因币而看见加密货币，了解到加密货币，然后后来才真的认识到比特币跟以太币真的去中心化，然后在这边开发等等，其实是很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非常的 respect 它。Lost my words。Press F to pay respect， 就是反正我自己是一个在币圈之前我就一个非常喜欢迷因文化的一个人，就是我们之前也会看很多的国内国外的迷因，或者是自己做迷因等等的。所以如果你了解什么叫 Press F to pay respect， 请在留言区按一个 F， 让我知道说我们的观众朋友里面有多少迷因的支持者，然后一起致敬我们的狗狗币的原型卡波苏。好，进入本周前瞻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俗语上面的一个借贷平台项目，叫做 Scallup 啊。就是如果你从很久以前就看过我们频道的话，你会知道我们一开始讲的几乎就是以太坊 DeFi 是我们最常讲的一个赛道的内容。在2020年的 DeFi Summer 的时候呢，当时在 DeFi 上面最重要的2大赛道，除了交易所就是借贷平台。那当时作为借贷平台可以发展的这么好呢，就是因为他们搞出了一个叫流动性挖矿的概念。通常说你存钱，然后有人借钱，你会赚他给你的利息。但流动性挖矿的概念就是存钱跟借钱的人都能够挖出那个平台的币。现在呢，这个流动性挖矿的概念被俗语用另一个方式整合进来了。这边他写的叫做 borrow incentives， 我觉得他有点修正当时流动性挖矿风潮的时候，存钱跟借钱的人都可以挖币的一个概念。他现在鼓励你在这边借钱，就是如果你在这边借钱，正常的情况下，你可能要有付出什么年化20%的利息，但是他发给你的 Sui 跟 Scallup 代币会有高达可能年化30%的利息。也就是说，你现在借钱，但是一消一涨之间，你反而还是在赚利息。
就像存钱的人可以赚利息，借钱的人也可以赚利息，而且还可以让这些存钱的人，因为借钱的人变多，所以他们的资金效率上升，进而进一步让整个 Sui 的 DeFi 生态都可以上升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创举。那Sui这条公链，我之前采访过他们 Miston Labs 的创办人，是一个非常技术底、非常有实力的一个创办人。这条公链现在的发展也是非常令人期待啊。那上面的这个最大的借贷平台 Scallop 也很值得大家了解一下，所以分享给大家。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个我这边简单画的一个技术分析图这个就是真的是献丑了，就是大家知道我不是一个技术分析出身的投资人，所以大家可以编小力一点。那我就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自从这个是比特币的图在2、3月份它暴涨起来之后呢，反正他们技术分析不是都这样这个端点连线画线嘛，所以这2个端点画线我们就画出这一条，然后上面的顶点这个2个画线画出这一条嘛。那我原本是只画出这一条，我想说，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支撑线，在跌破之后呢，它可能会变成压力线，所以这边没有跌破。可是，在涨破这个压力线之后呢，你看涨破回踩之后，它又直接暴涨上去。可是因为上面有这条线，然后现在要跌下来，又碰到这个线。看起来是好像是要走一个三角收敛的概念，然后有可能会在这边出方向，所以我这边简单做一个不负责任的预期如果说它要出方向，可能会在这一代，可能6月初的时候会出一个方向。我自己当然觉得这个方向会往上了，可能6月初到6月中，所以反正这个图我觉得这样放着，以后每个礼拜的周报我就会来看一下说，我们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礼拜的大额解锁的部分在6月1号台北时间早上8点的时候，有高达12%左右的 DYDXB。7000万美元左右的 DYDXB 的大额解锁那通常大额解锁的时候，可能就流动性上升，价格会下降，或者相反可能在那个之前释出利好消息拉盘，所以持有 DYDX 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以及呢，练习生的这个免费的实体课程，我们现在又开了一个新的，就是6月13号。我们会在台南的成功大学上这个实体的课程，那主题是这个币圈新手的投资技巧基本上就是跟4月27号在台大的这个同一场，只是现在我们跑到了台南的成功大学。哇，我没有去过成功大学，好期待然后有趣的是，我们这次还会增加线上直播的选择，所以大家可以在练习生的官网上面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资讯，并且6月底我们会有倪南苗老师的免费的实体课程，是在台科大还是北科大吧？对，那这个大家可以再从练习生的官网去了解一下。好，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币圈周报。不晓得大家觉得以太币的 ETF 通过之后，这个对市场会带来怎么样的变化？我猜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认为至少中长期会看涨吧。所以短期会怎么走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像大部分人认为一样，会先会有一波 sell 的 news 以及灰度的卖压，还是像我们今天有提到的那位 K Capital 就是一个极度乐观派，他认为说就是没有卖压，就是直接暴涨的这样的想法呢？你怎么看呢？可以在底下留言区跟大家分享。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帮我按赞这个影片分享给新的朋友，订阅我们频道，让 YouTube 频道专门想看加密货币的内容，所以不会讲。有问题都在底下留言区留言我。那这样我是老哥，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ETH is going to make everyone fucking rich. Let's fucking go. 如果你想投资加密货币却还没有账号，可以使用底下的币安连结注册。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用底下的连结还可以享有交易手续费20%的返现。如果你想要量化交易、聪明投资，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网连结。派网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资交易所，一样使用推荐连结可以享有20%的手续费折扣。